今天咱们来一起聊一聊斯摩格的这个迷你微口电池里面容量最大的这个版本，VB155 V-mount battery 155。前面的视频咱们给大家详细的以这个 VB50为例啊，应该说分析过很多关于这个微口电池的一些独特的设计了。但是 VB50啊，说实话，对于咱们很多这个重度使用的用户来说，它的容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那前面的视频呢，咱们详细的介绍过这个VB55，就是 V-mount battery 里面容量最小的50 VB50。那么今天呢，咱们来聊聊这个容量最大的155的容量是它的这个3倍。那么从侧面看，从尺寸上看，从这些基本的设计上，应该说二者保持了非常一致的这个设计的水准。但是呢，这从容量的变化到从容量从50变大到155之后呢，其实很多设计的细节上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的。当然，先从包装上去看啊，那么包装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这种天地盖的盒子。从这侧也是同样的设计，就是一个是便捷，因为 VB155的在155这个体量下能做到这个体积重量，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的。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智能的电源管理以及很好的兼容性，就它的是那个 USB-C 啊，既能输入又能输出，所以呢，这种微口电池理论上你是不需要再去配这个 D-Type 的充电器了。OLED 屏幕可以显示生成电量，包括显示这个电池状态。那背后的话，也是一样的。那只不过这次的这个在这个 VB155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额外的这个新的配件出来啊。说明书，当然我们待会儿看一看，这个挺有意思。这里是一套这个斯摩格的这个限定版的贴纸。我们来看看这个贴纸上都讲什么内容啊？第一个叫 Remember to bring the card， 千万不要忘了带这张卡。这个是插在贴在 SD 卡上。Check the juice of the battery， 就是你要检查电量。Be aware of electric shock。应该说这是在咱们这个日常创作中啊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些善意的提醒。Good luck to your shooting。还有这个 Keep hand out of machine， 以及这个图标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就是那个斯摩格的那个标志。斯摩格早知道的那个开场画面就是这个。然后还有这是这个叫 Small Rig Big Dream。下面就是它这个贴纸非常的不错，大家这个可以撕下来之后贴进微口电池上。好，我们这个首先还是看一看啊，从这个说明书上来分析的话，当然这是如果你第一次拿到一个全新的155电池的话，它正面依然是有一个那个塑料薄膜的，那么要保持这个整个 OLED 屏幕包括这盖板玻璃的这个完全没有任何指纹嘛。当然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没有必要把那个贴膜再保留下来，你撕掉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看这个 VB155、VB50，从说明书上去看的话，那么它是那个尺寸、重量、特性和各个方面到底有哪些微妙的差异。我们还是先看中文版的啊。那么它有一些重要提示，我个人觉得这次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它的储存温度看到了吗？储存温度，如果是存1个月的话，负20到正60；3个月负20到45；1年负20到正20。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在这个20度正负5度、湿度60%的这个情况下去存储，是对于电池的寿命是最好的。好，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就是要内置这个 BMS 芯片？那么 BMS 就指到这个微口电池啊，它支持 Power Delivery、Quick Charge、SCP、PPS 和苹果2.4这等等一系列的快充，并且呢，在155容量上的 USB-C 口是支持高达65瓦的 USB-C 的双向的 PD 快充的。那么这个是有别于 PD50，PD50 呢这个 USB-C 只支持到45瓦，而它呢是60瓦，所以充电速度呢，理论上是它是它的1.5倍，那么容量是它的3倍，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整个充电的完全充满的时间，也就是你单位时间可以充得的电量，那么它会比它更强。好，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善意的接口啊，善意的这个提示 ，D-Type 千万不要插反，因为 D-Type 是一个防反，不排除有人会大力出奇迹。那么它的一些基本的工业设计呢，应该说和这是VB55和 VB155，那么 VB50、VB155是一致的，就是这个咱们待会儿再给大家再看一遍，就是包括那 DC8、DC12、D-Type、BP、USB-C、OLED 屏幕、开关，还有这个屏显的功能显示，这里会同时会给出不同的这个实时的功耗，然后包括它的有一些提示。那么大家这个如果想看详细的介绍，你可以去翻看我之前那期的这个 VB50的视频。好，我们重点看看它整个的这个 spec。材质防火 PC， 容量为什么叫 VB155呢？这是因为它是14.8伏10.5安时，也就是总容量是155.4，也就这是155瓦时的一个高容量的高压的锂电池。那么这是一个50瓦时的，所以155和50分别代表是它的总容量，总容量和总电压和安时都不一样。
它是电压乘以安时之后所得到的一个表征能量的参数。它的放电的功率呢，那么155会比50要强得多，它的放电功率可以达到155瓦，而它的这个自充可以达到65瓦，所以呢，这个性能上去看的话，155是要远远强于50的，所以155可以胜任一些更加就是强悍的一些使用场景。那它的这个 BP DType 的输入支持8安，也就是如果你用 DType 这个充电的话，那你也可以达到这个，因为 DType 是14.8安，那么当然你也可以跑到最快的充电速度，因为 DType 它本身的这个传输的功率就会比 USB-C 要高，那个电压比较高。那么 DType 的输出这里呢也很强，14.8伏，14安 Max， 它是10安，它是14安，所以这个是显然更强的。从快充协议的支持上，因为大家都内置了相同的这个 BMS 的方案，所以大家对于快充协议的支持呢是不相上下的。那它的这个 DC1、DC2 的输出，大家也是完全一致的。DC1 12伏3安和8伏3安，分别对应于36瓦和24瓦。放电截止是11伏，然后呢，可选充电的方式，它的这个支持几种方式，一个是 DType 呢是16.8伏的这个充电电压，那最高可以是8安，所以呢，理论上如果你要是跑满65瓦的时候，那么基本上3安多一点就可以达到65瓦了。然后呢，你 USB-C 也可以 ，USB-C 啊，如果你用 PD 协议的快充，比如说贝斯氮化镓65瓦，那么你直接充，你就可以直接跑满65瓦，这个时候充电是非常快的。它的净重是760克，就是它的这个重量啊，就是3个50的重量是要比一个155大的，所以呢，其实从这个能量密度啊，从这个一体化设计上来看的话，155肯定是要比50要好的。它的这个整个重量是1公斤左右，1公斤，净重呢是这个净重是760。它的净重啊是760克，那么毛重呢是1公斤左右。好，然后这里有一些常见的问题，包括那个放电的保护机制，就是8伏的时候，它的门限值是4.3安，4.3安如果连续跑2秒，那就会自动保护，就保护你的电池不会过放，保住你的负载不会烧坏。那么12伏的门限值也是4.3安，所以这里面呢8伏跟12伏应该用的是类似的一个输出的管理的电路。USB-C、USB-A 的话呢，它会根据内部的能量管理芯片去自动的配置不同电压，也就是说，如果你用1路和同时用2路，它们的电源分配的功率策略是会有所不同的，但是呢，总功耗不会超过65瓦。然后这个 USB-C、USB-A， 那么放电池过流，如果 USB-A 和 USB-C 过流的时候，它也会触发整个这个电源保护。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总功耗是一定的，它会动态的分配各口的功率，就让总功耗不超过微口电池 VB15的一个额定的这个放电能力。所以说明书啊，并不是不用看啊，说明书上讲的很多内容实际上都是很科学的，也是对你有很高的指导意义的。所以这个也是你看咱们频道视频的这个额外的收获。然后我们来对比看看它们的这个接口分布啊，那么可以说这个接口的分布啊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是打开 USB-C、USB-A 12伏、8伏 USB-C、USB-A 是完全一样的。从这个接口部分啊，其实它的这个电路的电源板都是在微口卡槽的这个背面的。那么这里呢，其实放的都是锂电芯，它两个容量不同，主要是这个锂电芯的数量还有配组的数目是不同的。那从这个接口形式上来看，大家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这个微口电池同样有1/4 3/3，底部呢是这个 BP 口 ，BP 口是这个全铜的材质。支持很大的这个电流，就14.8伏14安的这个放电，通过它很轻松就可以达到，而且这是个防呆的设计，看到了吗？它这个间距是不一样的，也是正反差不错的。正面的这个屏幕包括这个私印，大家都是一致的，只不过这是155，这是50，就这个设计感是很强的，很漂亮。然后这一侧开关键也是完全一样的，开关键一样 ，DType 也是一样的。然后 DType 的画面还有叫Check the polarity， 就是有正负的啊。这盖板上就是上面是负，下面是正。打开之后呢，它也是这个接口，这个接口大家就不要插反，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但是不排除因为那个 DType 的那个插入那段它是塑料的，所以有些人大力之后呢会出奇迹。出了奇迹之后，那你的用电设备或者电池至少有一方会遭受一些致命的损坏。它这边的设计呢非常的好，那个手握起来非常舒服。从这一侧看的话呢，实际上大家看。原来这个加厚了这么一点，就组成了一个50瓦时电芯。那这里加厚了这么多，最后呢容纳这个155瓦时电芯。所以呢，这个就是关于两个电池的设计上的不同。所以总的说来，那二者在这个一个是容量上不同，再一个呢就是自充功率，它有65瓦，它是45瓦。所以呢，这个VB15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都是更强的存在。另外，这背后的这个名牌上也详细的给出了
它的这个电源管理的策略 ，USB-C、USB-A 还有 BP 接口，大家是怎么分配动态分配功率的，以及在这个分配功率之后，它们各自还能支持什么样的快充协议，应该说是一目了然的看得很清楚。也对比着 VB50做了一些同步的这个对比和测试。那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3连。当然，如果你想更加深入了解 VB155的话，你可以参考我之前的 VB50的视频，因为当时咱们还对于微口电池背板做了一个一站式的这个详细的解读。希望还能得到你的3连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